男孩把口香糖和钞票粘一起，然后放在天线上，接着回到屋内，藏在衣服堆里。另一个男孩走了进来，看见天线的钞票，于是爬上阳台去拿。突然男孩冲出来，一把将他推了下去，当场毙命。这是男孩第一次杀人，没有恐慌，反而有些兴奋。男孩阿文是骗取又矮又丑的卖报员，经常被这一带的恶霸欺负，还要抢走卖报钱。他敢怒不敢言，每天只能在小巷里不停地奔跑。正在他躲避的时候，意外地看见一个男人用钳子撬开家门，不一会儿房子就发生了巨大的爆炸，屋内无一声还，然后看着男人淡定地离开。此时的阿文并没有害怕，而是选择跟了上去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阿文看见男人杀了3个人，同时还用摄像机拍摄了下来。但阿文并没有报警，而是来到男人家中，把拍摄的视频拿给男人看。男人看后立马把阿文拽进房间，正想拿刀时，阿文主动出击，一脚干翻男人。但很快男人反应过来，把阿文给制服，正想对他下死手时，阿文立马说出视频还有备份，如果他消失，视频就会出现在警局。男人突然哈哈大笑，松开了阿文，因为他从阿文身上看见了自己当年的影子。阿文也只是想请他帮忙干掉那些恶霸，但男人却说不会帮他杀人，但可以教他杀人，于是才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。男人见阿文骨骼惊奇，于是打算收他为徒，教他谋杀手段，教他用毒原理，教他使用武器，教他格斗技巧，最后教他怎么意外杀人。阿文天赋异禀，很快就学会了各种技巧。长大后的阿文如愿以偿地成为了顶级杀手，能把每一场谋杀制造成意外。现在的阿文属于谋杀手组织成员，组织里有很多厉害的杀手，比如这个杀手阿壮，擅长用斧子解决目标，简单粗暴，有很多客户会请他来杀鸡儆猴。这个是杀手毒师，擅长用毒，虽然看着有点猥琐，但效率高。这2人是杀手前特种兵，是精英中的精英，参加过伊拉克、阿富汗、叙利亚战争，他们擅长把现场伪装成普通的街头犯罪。这个是杀手小美，擅长利用美人计，等目标在最不防备的时候下手。虽然小美善于使用美人计，但她的刀法很牛。这个人就是阿文的师傅，现在已经退役，是他们杀手组织的老板，以从中收取25%的佣金为生。最后这个人是中间人，负责与客户接洽，然后安排适合的杀手出任务，这样可以把客户和杀手隔开，有效的降低风险。但中间人会拿15%的佣金。虽然阿文是杀手界顶尖的存在，但他有一个坏毛病，就是每次执行完任务后都会兴奋过度。以前是找女朋友发泄，现在阿文只能靠打沙包。正当阿文发泄完时，突然手机响起，中间人告诉他上次车祸解决的目标佣金，让阿文自己去拿。现在他有点忙，抽不开身。虽然在杀手行业不太合规矩，但阿文才不管规矩这一套，独自来到了约定取钱的地点。但等来的却是另外一个杀手，拿着突击步枪对着阿文一顿的射击。幸好阿文反应快，躲在了汽车的后面。打完子弹的杀手向汽车撞上来，但被阿文直接一个飞腿踢翻在地。杀手爬起来想肉搏，但又被阿文打倒在地。这个杀手在阿文面前显得有点业余，根本就没有什么还手的能力，基本都是被阿文一招打趴，最后被阿文直接给折断了脖子。随后打电话咨询中间人客户是谁，为什么他会遭到暗杀，但中间人以不能透露客户资料为由拒绝说，同时请求给他点时间调查，然后把现场伪装成了飙车撞到栏杆，不幸身亡。阿文也没有多想，直接骑车回去了。第二天，他收到了前女友突然去世的消息，于是带着鲜花前来悼念。这时前女友的朋友走了过来，告诉了阿文，前女友是被小混混入室抢劫杀害，还有就是前女友已经怀了孩子，是阿文的。随后就转身离开了。阿文回到家后喝着闷酒，看着电视报道前女友的尸检，说凶手小混混找到了，但因吸毒过量而死亡了。阿文瞬间感觉太巧合了，于是联系了朋友，拿到了尸检报告，然后来到女友被杀的现场，从现场的打斗痕迹观察，他在脑海里还原了2名小混混整个作案经过的画面，然后打开了尸检报告，在里面发现女友体内含有一种恐高药物，但女友和阿文交往期间并没有恐高，而恐高在他们杀手行业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吐真剂。阿文再结合现场的痕迹，突然想到这种杀人手法不正是前特种兵的特色招数吗？把现场布置成普通的街头犯罪来掩盖真相。很快阿文来到前特种兵的家里，把整个作案报告丢给他俩，质问为什么要杀他的前女友。2人承认是他们做的，但却又嚣张地说，那又怎样，你又打不过我俩。阿文瞬间来了脾气，直接开打。在真正战场上退役下来的特种兵实力不容小觑，刚开始阿文并没有战胜的优势，经过几百个回合下来，阿文摸清楚了他们全路。2人最后还是被阿文打倒在地，他们求饶了，说出了他们只是在执行任务而已，又不是幕后真凶。阿文想想也是这个道理，于是立马来到组织基地，准备找中间人，但只有老板在。老板知道阿文和前特种兵2人动手了，他很生气，警告他不要乱来，接着用把台下面的大喷子对准了阿文，阿文只能乖乖的离开。紧接着阿文找到了美女朋友，
咨询前女友最近一段时间都在做什么。这时阿壮破门入，拿着斧头一顿的输出，整个人像是发疯的状态，不断的攻击阿文。阿文在奋力反抗的时候，最终阿壮不小心死在了自己的斧头之下。在临死前，阿文询问为什么要杀他，而阿壮清醒过来后回答，并不是来杀他的，原来阿壮的目标是美女。接着阿文继续询问前女友到底在做什么，美女说道，前女友在调查一个石油公司，具体的相关材料放在了他的 U 盘里。于是他们分开行动，美女去前女友家拿 U 盘，而阿文则来到了一个按摩中心，直接用一个铁壶打晕壮汉，找到了中间人，询问中间人杀前女友的客户是谁。中间人不肯说，阿文一顿的输出后，才说出了客户是石油公司的财务。在组织基地，老板得知杀手阿壮被阿文所杀，破坏了行业的规矩，于是决定下令所有杀手解决阿文。而此时美女拿到 U 盘后，成功和阿文会合。原来前女友一直在调查一个印度石油公司，石油公司存在着很多环境污染问题，但因为拉拢了政府官员，所以肆无忌惮。刚好最近石油公司的会计给前女友透露了很多机密信息，但后面会计就消失了，紧接着前女友就出事了。阿文听到这里，立马就联想到被他制造车祸意外死亡的目标，加上阿文去拿佣金是被杀手追杀，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连串起来了。很快阿文就找到了石油公司的财务，对他一顿的输出加恐吓后，财务说出了幕后主使是石油公司的大股东，同时还交出了中间人和大股东谈话的录音。就在这时一声巨响，前特种兵兄弟来了，拿着机枪一顿乱射，财务就这样结束了生命。阿文迅速地躲在了桌子后面，特种兵见打不着，于是开始丢手雷。阿文见状突然冲出，一脚把手雷踢了回去。手雷爆炸后，趁着两人还没反应过来，阿文立刻冲上前踢翻两人，近身抢夺枪支，然后拿义兄弟做人肉盾牌，直接结束了生命。义兄弟见状非常的愤怒，拿着机枪一顿输出，打完子弹后接着就是近身肉搏。愤怒值飙升的特种兵打得阿文毫无还手之力，阿文只能靠运气捡起地上的灭火器，一顿猛喷，一罐砸倒在地，然后活活的给砸死。结束战斗后，阿文刚想离开，突然杀手毒师出现，趁机蒙住了阿文的嘴闭，幸好阿文憋住气，及时挣脱开。毒师还想继续用针扎向阿文，但实力太弱了，被阿文直接反扎，然后一个飞腿直接结束战斗。随后阿文骑车来到股东家附近，通过围墙进入，而此时的股东正被杀手小美保护。阿文先是解决完股东的两个小保镖，然后打算和小美来一场殊死搏斗，而小美还自负地把武士刀递给股东，接着展开近身肉搏。在拳脚功夫上，小美丝毫不逊色阿文，甚至可以说更加厉害，但小美毕竟是女生，力量远远不够，她打出3-4拳都抵不过阿文一拳。在阿文强有力的输出下，很快小美就被阿文打倒在地。随后小美开始接过武士刀，继续向阿文发起攻击，但没有几下就被阿文给制服，然后一刀结束了生命。接着就只剩下股东了。股东见状开始用金钱来诱惑阿文，但阿文并不吃这套，直接把他头颅砍了下来。结束了这一切后，阿文来到了组织基地，老板知道自己的杀手组织已经完了，刚好中间人也在这里，于是阿文拿出了财务给的录音笔，里面是中间人和股东商量怎么杀阿文的证据。老板非常的愤怒，直接把中间人打倒在地，然后一顿的输出。随后老板迅速的拿出一把枪对着阿文，本想把阿文给解决掉，因为阿文毁掉了他一手建立起来的杀手组织，但最终忍住了，因为阿文是老板一手带出来的徒弟，他不忍心。从此以后师徒两人分道扬镳，再无瓜葛。影片的最后，阿文选择离开了这座城市，去往另一个城市继续做起了没有规矩的杀手。